looking like a thunderstorm. Oh, here w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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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You're easy to remember, so hard to forget. Baby, it's a coward way you strut. How could I not worship every inch your feet have touched? Baby, run away with me. You kill it lonely. You make my eyes unsee. All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MD 小杨老师。大家好，我是布莱达。好，我们这个叫做什么？嗷嗷待哺啊！终于等到布莱达师傅把这个风铃做完。我觉得最让我惊讶就是一开始其实我没有很想买这个 NGSD 的风铃，就看起来普普的。但是自从我看到布莱达师傅完成，很想收一台哎。我想要请布莱达师傅跟大家说，你是怎么把它处理的这么帅气，这么有质感？那这一次啊，这个 NGSD 的风铃啊，它毕竟是 NGSD 这个系列，其实表面设计的都非常的精致，非常多的细节，所以这次没有追加其他的刻线或者是什么造型。那但是我们就顺着它零件上的细节，都有把它刻线加深跑过一遍。这台你看起来好像很素，但是你又会觉得看起来很精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其实表面上设计了蛮多 C 面的转折面。那很多 C 面它其实小小的，但是其实它都会有一点点的收缩。那这个部分我们都要把它处理掉，这整个机体造型看起来才会挺，才会立体。那也有一些是角度很大的 C 面，我们在打磨的时候，虽然用硬的打磨板磨得比较漂亮，但是如果说有些地方角度稍微歪一下的话，它那一个面其实就会有点不连贯。那其实这个地方可以用刮刀去处理，可以一次处理得比较漂亮。我们其实不需要加太多其他的东西，只要把它原本该有的东西全部都处理好的话，其实它的看起来就会很漂亮。然后这一次啊，它的一个让人很高兴的、很方便的一个设计，就是它的这个刻痕是可以直接替换零件的，而且它的刻痕也做得非常的立体，所以它外面的这个透明零件啊是可以打开的。那大部分因为开闭的关系，它的透明零件的注料口其实都设计在盖起来看不到的地方。
那比较明显的就是头上的这一块，因为它不像脚这边会整个盖起来收到大腿里面，所以它侧面的注料口是一定会露出来会看到的。所以这个地方除了尽量剪平之外，后续要再用高哈数的砂纸、纱布跟研磨膏把它完全的磨平，看起来才不会有一个点点在那边。那你后来有喷亮光吗？没有。哦，所以你是直接用抛的，抛到亮。对啊。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因为前一阵子我在社团上有看到有人剪透明件，把一个很好的牌子的切口钳剪崩了。那你是用什么剪透明件？透明件的话就用斜口钳啊，我们的单刃斜口钳。哦，哎，你是用哪一把？这个5式斜口钳。用5式。因为我们的5式斜口钳哈，我们的那个刃角啊做的比较大一点。如果你真的是去剪最后的那一小咪咪，不会有太大问题。可是如果你还是担心的话，我们有出一把叫做大单刃斜口钳，那你就剪完以后留一点点用打磨的就好。反正最后横竖都是要磨。对，横竖都是要磨。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哈，在还没上色之前的处理啊，其实有几个部分。第一个是布莱达师傅处理的，一定是看不到磨痕的，就是他有打磨，但是磨痕是非常干净。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它的这个漆面真的处理的非常的漂亮工整。那第三个哈，它的这个外壳啊，这些这么有层次，是因为它做了这个刻线加深，然后加上这个透明件细腻的处理，造就了它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前面的竖体。可以让他做这个后置的上色作业，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跟布莱达老师学习一下。那因为这一次啊，我们也是有配合他设计的预切遮盖胶带，我没有用就是之前比较常做的阴影的涂装，就是我是用全部是平喷，然后搭配颜色不同色彩的搭配去营造一个层次感这样子。风铃其实它最主要的颜色，它几乎大概80%都是白色零件，剩下是蓝色零件跟一点点的红色跟黄色。那白色零件的话，它本来的设计就有几块浅灰色的部分，等于是分了2个颜色。那我们在白色的零件上，就为了搭配它的色块，会再去做分色。所以这边的话，白色就用了基本的白色，跟一个比较浅的浅灰，很浅浅灰色的白色，跟一个偏一点点蓝色的白色。那这个偏一点点蓝色的白色，就是我之前在做加罗罗的时候的那个主色，还有剩一些就直接拿过来用。那另外它原本零件设计比较浅灰的这个部分的话，那也是用了摩多的军事系列的灰色，然后再搭配一些其他的就是不同色调的灰色。像我就一直注意到这个脚踝这里超级漂亮，然后这里有一个这个这个叫什么型？锥形。对。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这就是有刻线又有遮盖，然后累积出来的一个细节。虽然是平喷，但是真的很好看，很有层次。我的平喷就不会是这样。那现在虽然盖起来看不太到，但是因为毕竟 NGSD 它的骨架其实也是做得非常的精细的。在骨架上，因为它很多关节，它就是2个壳里面包一个可动的轴，因为它原本零件就有分件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在骨架上色的时候，其实也都直接换个不同的灰色去做，就直接会有分色的效果这样子。然后这次的预切遮盖啊，它在针对一些结构的细节，它也有做很多设计，尤其是脚后面的这个金属管，它这个是圆形的，而且是这样立体的，它竟然也可以设计出预切，这个是可以直接用遮盖，这么厉害。而且它这次这个开模啊，它这个管子上面有这个类似格纹的设计啊，以前都要用那个编织管下去对啊什么的，它这个直接开模也可以开出来，而且上面没有分模线。我觉得这个造型真的蛮漂亮，只是在不是很显眼的位置。哇，超帅的！然后它的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颜色就是蓝色的部分，这边的话是用了也是3个颜色。那最主要的这个蓝色的话是用摩多的宝蓝色，然后有下去再稍微调整一下，主要是有调淡一些，然后再有让它加一点点的紫色。然后比较浅的这个蓝色的话就是摩多蓝，直接用没有问题。那比较深的这个蓝色的话是另外一个颜色深蓝，它也是有在调淡一点点。因为红色跟黄色它的零件很少，所以就只有分2个色阶。那红色的话比较亮的这个的话是摩多的青红色，比较深的是血红色。那黄色的话比较深的这个是橘黄色，一般的黄色就是普通的正黄。那这个红色跟黄色的话也都有稍微调一点点白色，把它的彩度稍微压一下，真的很帅。看到这么帅气的配色，就让我想起我那个Dirty的配色。很多人留言都说我上色不行，不行。对，我上色是可以的，那些颜色都是阿志拿给我的。
这一款套件呢、我觉得最厉害的一个设计就是它这个刻痕可以替换它的里面的刻痕预付给你是红色跟蓝色嘛。它的红色虽然它看起来是一个金属红，可是其实它的红色它的那个框架直接就是荧光的，所以红色的部分我就没有再额外上色。然后蓝色的部分的话，不知道为什么它蓝色就没有用同样的材质，所以蓝色的部分的话是先喷了金属蓝打底，然后金属蓝上面再盖一层荧光蓝，这样子让它放在下面，那我们照光的时候，那就可以会发亮。有这种荧光的效果。对，因为它的刻痕它是立体的零件嘛，不是像以前是贴纸，所以凹下去的部分的话，就是整个喷发扬器的黑色，然后再把凸起来的地方擦掉，这应该是最简单可以完成这个涂装的方法。它这次这个盾牌设计的很特别，就是可以直接分离的，所以它每一个盾牌上面都有设计卡榫，但是相对的，譬如说像现在看到这个看起来很像细节的地方，它其实是后面这一块零件的卡榫。那但是我们在上色的时候，常常会用夹子去夹这个地方。那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可能要留意一下哪些地方之后在安装的时候它是会露出来的，要小心，不能把那边就是漏上色，或是就可能用笔涂把它补一下这样子。我还有注意到，除了这么多的跳色、分色这些细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觉得你的消光真的喷得很好看。这个平喷上去都是这个样子。那我怎么有看过人家那种消光喷上去，连黑色的零件都变成那种蓝灰色了，或者是白色的零件都变成血色？其实啊，因为消光里面有消光剂嘛，那个消光粉，所以喷上去之后，多少都会让零件变得看起来比较白一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那但是如果说你觉得你喷上去那个白白的粉看起来很厚，就是颜色变了很多的话，其实你可以试着看看，把你现在在用的消光器再稍微调稀一点，然后不要一次那么大枪，直接把它全部喷上去，就可以先试着薄喷2层之后，再把它喷湿这样子。而且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其实你一定要等它干，因为我们消光刚喷上去，它会有一段时间溶剂会挥发，在这个过程它还没有全消，那有人就会很急，就一直喷，然后就会越来越厚，越来越厚，那整个质感，包含你前面做的很辛苦的前处理，整个质感就都跑掉。其实啊，像我个人的习惯啊，我是会先干喷1层到2层。一方面是为了保护水滴，这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做法，因为毕竟我们如果用的是消基器，一次喷太多，有几率是伤到水滴的。那这跟水滴的品质也会有关啊，这不一定。我的习惯，我消光器会调的稍微细一些些，然后干喷完2层之后，就湿喷1层，就不要再喷。这样子的话，也就不会有你说的一直喷一直跌的问题。对，干喷的时候它很快就干了嘛，那湿喷完1层上去之后，就让它自己干。只是要留意的就是，如果调的比较稀的时候，湿喷要注意喷上去的那个量，就小心不要喷过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前面你都已经花了99%的时间处理，如果在最后面这里翻车了，那就前功尽弃。各位可以我们要再来啊！哇，这次布兰达师傅还自制了一个这个飞行背包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是下个月才能上线。我是说自制的这一块，这个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个啊，其实就是当初 HG 系列的时候飞行背包的那个套件。那当初很多人买这款，可能是为了它里面的那个手掌。当初我们买的这盒，那时候没有用到，还好现在可以。也蛮意外的，它的大小比例其实跟 MGSD 差不多的，还蛮合的。不过因为它的背包的接点跟 MGSD 的是不一样的，或许那一阵子万代出了很多改造用的背包，里面有的有副转接头了，有些可能找得到可以合用，但是因为现在手上没有那么多款式，找不到，所以这边有另外做一个这个转接头，可以让它适配它这一款套件的这个卡榫。那虽然我们可以把它原本的这2个卡榫剪掉，然后直接新的卡榫做在这个套件上，但是因为这 MGSD 的头比较大，你如果让这个背包贴着它的背的话，它抬头的角度会受到蛮大限制的，它一点就会卡到，所以这边要加厚一点，让这个背包跟身体有一些距离，不会影响到头部的可动。我看到那边还有好像它的配件，这个是什么？这些的话是这一次新月出的3D 猎鹰的套件，那主要有就是脚部的替换件。虽然它膝盖这边的这个，它本来它有设计中间有一个圈，但是它这款改套啊，它是把它的这个造型设计的跟手肘可以看到它手肘这边是2圈的，所以它把它做成跟手肘一样2圈一样的造型，这个设计我觉得还不错。下面还多了一条刻线这样子。
然后这个的话是前裙甲的部分，它有多做了跟原本不太一样的造型。那尤其是它的内构，前裙甲的内构设计的很漂亮。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是肩膀，它是刻痕可以拉开的这个部分，它就加了很多的细节，而且它旁边这个看起来像是散热孔的零件，这边有做镂空。哦，很帅，蛮漂亮的。那另外的话就是膝盖的前面这一块，虽然它原本的风铃是比较曲线的，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它设计的就是比较方正，然后上面也是多了比较多的细节。这个部分的话，造型差异比较大，毕竟是改套，大家可以依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要不要装。对。那另外的话就是它这个造型手的部分，它给了非常多，有手掌，然后也有握拳，然后也有握剑的手。不过它握枪的手就没有多给，是用原本的可通手这样。哦，了解。这种握拳手握起来的那个扎实度啊，就看起来就更帅一些。所以除了本体做的很帅，脸做的很帅，我觉得手部啊是蛮容易表达这个机体表情的一个位置，所以手部的细节也是很重要的。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就是它的光束的特效件，它原本的零件有一个不错的地方，就是它的绿色的透明件是荧光的，那但是就做的比较短一点，然后因为开模的关系，边缘就比较圆钝一点。那这款新的特效件就做的比较长、比较大、比较尖，列印好就是有颜色的，然后还有一点点渐层。啊，列印好就有渐层，对啊，这么厉害？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料的特性浓度在比较薄的地方看起来就比较没有那么发色，就比较淡，还是怎样？也是还蛮神奇的。那还蛮好看的。这个3D 零件啊，尤其是这个透明的，它在运送的过程可能难免会有一些碰撞，它表面可能会有一些地方会有一点小小的刮痕。那这个地方啊，其实它刮痕很浅，我们就用1000、1500、2000的纱布稍微轻轻的泡一下，之后再补一些透明率，就可以把它盖掉。如果你买这种改套，一定要有一点基础修磨啊、修复啊，或者是喷漆的能力。那这一款啊，风铃啊，它跟其他的前面的 NGSD 一样，它也有做驾驶舱可以打开的。这里面一样有给它做了一个驾驶员。哦，这是什么啊？而且苏莱达大家都说很像狸猫嘛，所以这边我有参考了网络上的一些图案，做了一只小狸猫在里面。这个的话就一样是用可捏塑的那个 UV 粘土，因为那款粘土啊，它的粘性其实不是很高，所以塞进去之后照印就可以直接取形，直接拔出来，它里面的卡榫就会对应到它原本的样子。我是先做出了身体的形状，再加头发。现在这样子会觉得头发有点大，身体下面有点小，看起来有点像吉卡蛙的比例这样子。哦，非常可爱。然后再简单的上个色这样子。我觉得看布莱达老师的作品，真的有一种20年前我们在看那种日本神人坐立，就是很工整、很挺、很完美。所以，即便是直作，也有直作的天花板，就是有分很多细节跟等级啊。我觉得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可以往这个目标前进，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喜欢这集影片内容的朋友一定要记得那个下载什么？对的，对。哎呀，你有看我们的业配哦？就是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那这一集影片就到这边，下次见啦，拜拜。什么脸？我很想给他看一个好东西，可是我怕被他打。你看10颗片，对，还有地台。对，你要再做一台吧？不然你给我还要多花时间呢。应该可以直接贴上去吧？应该可以吧？很多人不是哦，看一下哦，这种真空包装哦。对啊，那这不用上色哎呀，这真的是蛮帅的，连支撑架都有了。这个10颗片，这怎么用？我知道他说就贴呀。它这款是有背胶吗？好像有背胶。那就贴啊。好了，那各位就贴啊，拜拜。